大家好，我们是半熟4的嘉宾，我是罗俊帆，我是三梦婷夏夏，我是窝窝任家碧。大家好，我是张晨曦。哎，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又3天没见到了啊！然后跟窝窝哥很久没见了啊。是的。然后我跟夏姐是上次长沙录陪看，很久了，怎么样？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有没有什么趣事啊？播到现在为止。怎么了？你们人生这么无趣吗？怎么了？这么无趣吗？我觉得有比较重要的趣事是，老吴生日来我家了，他一度企图跟我说要给我做牛肉面，我说不。那我说说吧，我参加节目其实身边没有什么人知道，所以其实在这个期间呢，就是陆续很多人讨论都是说，天哪，你藏得好深啊！你怎么有这个时间还参加了个节目，然后完全都没有被大家发现？哦，这是你同事发的，应该知道，说你工作不够饱和，暗示你。我每一期可能都在第一时间跟我妈妈一起看，对我的评价可能就是，哎，你是这样的吗？你怎么这样？然后说你怎么不形象管理一下？别人一个个都那么淑女，你呲个大牙在那儿笑，就是过于真实。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张哥跟咔咔跳舞。蒙古来一个蒙古。哎，你弹唱力好强。陈哥捏紧了他的手，就是说这是能现在可以提的吗？那天穿个皮鞋，这个发挥还不没有是特别发挥好，对，其实可以更好。陈哥，我想看。小仙才看一看，这个房顶可能不够他发挥的。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对不对？下面让我们有请张晨曦。这个过了2个月全忘了。因为现在已经播了好几期了嘛，所以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梗。是，你们有没有看到比较有意思的弹幕？弹幕。小猴出来嘛，然后网上我记得弹幕就有人发这种对比，是吧？什么半熟4，什么这个左手天花板，右手脚底板。哥，这是哥。我觉得老骆现在已经足够强大了，所以今天更应该把这个事儿说一下就完了，对吧？这个词儿不算特别不雅的词儿。我能看到的词儿有很多，就下面弹幕最多的是滚，然后最渣男嘉宾，比如说什么不配当狗去吧，一大堆。天哪！哎呀，原本我看到很多弹幕又清一色全是骂，因为他们也不会给你一个观点，只是骂你。然后我就经常会在客厅里面隔空对线。但是你慢慢想，确实这里面我是有自己的问题在的。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你改进的话，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其实尽管言辞是比较犀利，但它其实也是在触动你好。这么一想，突然觉得好像能接受。对，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你的收获成长可能是最大的，而且你可能经历了低谷，你后面的只能比现在更好。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这里也带有的一部分初衷，就是我在2个人的这种关系中处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什么，然后会用大家的视角去帮我们看到，然后去帮我们指正出来，然后我们再改进的更好。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做给别人看改进的更好，而是说对我们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的发展是真正有帮助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收获。对，所以我觉得不光老侯是天花板，其实有小屋里面你们很多的行为教给我的，我觉得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成长还是蛮多的，尤其是以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有天花板脚底板不怕，怕的是永远当脚底板。对，这个事情还挺好的啊。哎，我们真的有学习，有进步，对。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半熟恋人》第4季第6期。哇，洗澡版哇，这也太美了吧！哇，好漂亮！这个旷野的感觉，哇，真的，哇，真的很神圣这种感受。天哪，我在看这个，我是鸡皮疙瘩。
老高已经在云言情绪了，你看，他在哪？他在看报纸一样。写死了，好久没写这么多字了。哎哎，来了。从凳子上走到前方的时候，我有一点退缩了。我在想，我要把我的心迹表露得这么明确吗？谢谢你拒绝我时那么掷地有声，没有给我留一点点的念想。保罗用词非常精准。你想是想改了好几遍。这些天，绝对是你让我看清了我自己。我想，我未来会很难再遇到这样热忱的人了，而你，就是我在这里最大的遗憾。第一遍写的时候其实是很书面的，然后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对，好像还没有播到最重要的那一刻，因为其实你经历完这些事情之后，尤其是你是犯错的那一方，所以在每个晚上我都会想怎么样是对的，哪个事情是做的错的，所以就觉得这个信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总结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你当然可以允许自己犯错。希望接下来的旅程，你可以放下这些包袱，好好享受当下。至于未来会怎么样，就交给未来吧。至于爱情，在小屋里的时间还有一半，一切发展都是未知。我相信我保持初心，会有人不留余力来爱我的。是有点感动了，是，其实太棒了，夏夏真的蛮难。最后这个动作好优雅呀！对。再回过来看这个读信，我会觉得有一种把自己拨开，然后直面大家的一种感觉。对对。我们至少在山顶念信的那一刻，没有一个人是胆小鬼，就是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那层外衣拨开，然后袒露出最真诚、最真实的自己，去表达自己当时内心的感受。OK， 继续吧。明天好紧张。我真的是写的时候完全不紧张，现在听到大家说的话之后，主要是大家都写的太好了，就这个表情。我是一个感情不太外露的人，所以这个对他来说真的很难。我会觉得很幸运，可以在小屋里遇到一个带给我自信和勇气的一个人。我感激你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到发现我感到压力需要空间，或是在小屋里我努力想开口却不知道如何表达时的这种理解。就是幸福来得太早，对，太快的感觉，就是怎么哇，这真的。所以你觉得有点不真实，反而更要慢一点，再慢一点，所以你就别有压力。谢谢你。小胡的这一个信，其实我是非常能理解他的，就是我跟他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我们是比较慢的这类的人，这个是两个人的事情。当这两个人他的步伐、他的节奏不一致的时候，这个是需要谨慎的去处理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吧。我还要对另外一个男生说，那个话不多，但句句细腻有趣的你，在我眼中真的很显眼。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最拿手应该是牛肉面。那个肉是外面买的还是你自己做的？自己炖的。OK。牛不是我养的。牛不是你养的。这句话真的。这么一想，吃那牛肉面更不安了。他怎么也这么沉重啊？
要来喽，有一点点害怕。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要拉出来到我的脸怎么会这样？拉出来到现实生活中，就我猜想，也许真的我们所有这些人，在生活中，也许未必是这个选择。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啊？他当天回来就找我吃火锅，跟我聊了好久。天哪，我的脸好臭啊！这个理性的，我这个脸真的好吓人啊！天哪，我当时说话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会给他造成这样的。救命！对不起，加油，加油！小欧真的很温柔。这几天我都在想，究竟是哪个瞬间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改变？是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你的寥寥数语吗？是初次见面你主动提出帮我找拖鞋时的温暖吗？哎，那里边是看过没有拖鞋是吗？是第一次约会时我们默契的弹唱一首歌吗？很好。但我确信的是，进入小屋的第3天，我已经做好了要离开的最坏打算。可当我听到敲门声推开房门看到的是你时，我就突然想向全世界宣告，我关注的那个女孩也转身看到了我。好美啊！最后一段话其实不在心里。救命啊，侯老师！天啊！手都在抖哎。对。我想传达给窝窝的想法就是，我是很坚定，并且我是不犹余力的想奔向他的。不犹余力的奔向你，这是我最期待的东西。你坚定不移的东西是不是爱情？好美，感动落泪的一天。对，我刚才也想说，又成为了爱情感动落泪的一天。第一次看是吧？对。哦天啊！哦，窝窝的来了。窝窝的语音来了。其实提笔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哦天，是这样的声音。回望第一天与大家相见的场景，诡异又有趣。突然就好奇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很快我发现每一个人都那么有趣、包容、温暖。从一去拼五送。哥笑得好开心啊，哥！我还这样。怎么回事啊？你好抽象是吗？后来，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对我来说惊天动地的情节。楚门的世界是假的，但楚门不是。他的世界没有剧本，或许不够完美，但是如假包换，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而我只要跟一个人讲明白就可以。他的勇敢和热忱，甚至常常让我感觉一切发生的不太真切。一个纯粹热烈的灵魂靠近时，还是会深受触动。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这次旅程。但如果现实并不如愿，不要让这些带走你快乐的权利。就像人生，奖励不在结尾，而在之中。这句话听来现在感受更深刻。我刚刚有发现，好像看这一期的时候特别沉浸。啊，感觉像整个剧的高潮。又是为别人的爱情流泪的一天。你知道吗？就是
特别是我这2天又重新，我们节目不是播出了吗？我看到第2期，然后窝窝和我在影音室里聊天的那一段，我在那哭，我说谁不想被坚定的选择呢？谁不希望被坚定的选择呢？然后你还安慰我说，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奢侈的，或者是比较遥远的，但是没过2天，你就迎来了你的 One Pick， 所以我在看到这些小猴他这些信件，包括他猛男落泪的时候，我好感动，然后也同时特别替你高兴吧，就是特别是你觉得你看这个东西离你很远的时候，但它已经在悄悄的来临了。至于我自己，他会来，因为它确实存在。老侯当时其实给我跟老胡已经很大的冲击了，我们就当然有讲说，哦，是不是这样的爱情才被称之为爱情？然后再回来看这个东西，我突然发现爱情是双向的。你特别爱一个人，得不到他的时候，你会怀疑是不是我太差了，而对面那个人他接到一个特别强烈的爱的时候，他也会怀疑我配不配得上。我们在这想谈的肯定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爱情，那这份长久的爱情我能不能维持得住，好像又是一份很现实的压力。所以我突然觉得爱情好残酷。其实窝窝当时他还不在，然后我觉得他写的那个信的那个里面的很多文字特别好，如坐针毡了。我特别喜欢窝窝说的这个不在结果，对，而在于中间的那个过程。是，我还想回头让你把这个发给我，我学习学习。哥，你窝窝呢？窝窝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我就是因为在版纳我临走的那个车上的那一段对话，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的表情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刚才在这个上面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残忍。他在车上很认真的想要跟我探讨说，我们要把这个异地的问题要解决掉，他可以来上海或者是之类的。我就是深刻的认为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产生的，所以我就是必须要跟他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跟后果。所以当时我感觉到了一些压力，所以我就很冷静，然后甚至有一些残忍的，所以刚才我看到他念信的这个表情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受吧。但我觉得你不要责怪自己，因为我的感受是，爱和被爱都是需要勇气的。爱的人提供的是激情，而被爱的人提供的是责任。我有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约会吧，约会吧，明天约会吧。好。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约会，我很兴奋。哇！但是你告诉我对未来还是有迷茫的时候，当下我告诉你我会在这里，反正我就在这里。这时候永豪哭了，在旁边，他流泪了。我最终选择的还是爱自己，我选择等待或者放弃都是可以的。祝我在无数的选择中走向自己。这个，这是你的那个画面。我的上帝视角。对。真的，哇塞，这一幕真的太震撼了！一道天光下来。直到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是什么样的一道光。我其实当那个光打你身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你有讲的一句话，就我真的喜欢的是我喜欢你的样子。你记得你说这句话吗？不只是因为你的样子，还有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是我的样子。对，就这个。那场别样的舞会，让我一直紧绷的情绪。看到了是吗？看到了，绝了！
我希望能继续用心享受在小屋里接下来的每一天，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都会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安排。太棒了，哥！哎呀！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觉得你走过去的时候特别沉重，但回来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回来，真的。有的话说出来之后，所有都放下了。那这个特别释放的那个瞬间。